公孙兄选择此处祭天会盟，是因为当年灭了瑶光的是天玄吗？众先生，此言是何意？众兄的意思是，我选择此处祭天，是为了记住瑶光这个前车之鉴，对吗，众兄？如今的局势，比之瑶光当年似有不同，亦不能与君天相提并论。以在下所看，南肃的野心比谁都要大。南肃王玉清眼中所看到的，才是真正的天下。想要阻止他前进的脚步，不管是一个人，还是一个国家，都不能令他有所迟疑。南肃王杀伐决断的魄力，我看也是强于一般人。若是四国依旧各自为政，相互冷眼的话，就真如众兄所言，瑶光当年不可谓不富庶，仅是瑶光王室所掌握的金矿矿脉，便可使全国的百姓衣食无忧。那时候他依附于君天，似乎也不惧他国。只可惜君天这个靠山一倒，他便毫无自保之力。瑶光的昨天，便是你我各国会遭遇的将来啊！公孙兄今日让我等来这浮玉山，自然是想要结盟联合，以对抗南肃。结盟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是如何结盟，又如何出力，公孙兄可是已成竹在胸了。在下也愿意听一听公孙大人的高论。这些事情，我也是最近才想透了些。你们仔细想来，南肃比之你我几国，可有益处？公孙兄这么一提，在下似乎觉得，南肃并非像是鲜与外界联系的异族邦国。无论是南肃王宫的格局，亦或是亭台楼阁的样式，与你我几国并没有什么差异，只是装饰不同。若不是前往南肃，需要从月之山绕行，不仔细看，我都以为是到了天玄，又或者天枢这样的同源邻国。这样一来，就看出其中的问题了。问题？公孙兄能否说得明白些？还是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啊？你我几人都去过南肃国，那南肃国并非偏安一隅、国力薄弱之地，在下感觉，是不是我等有一些大意了？慕容先生，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，可是身体有什么不适吗？多谢齐将军关心。慕容大人，听了你的箫声，觉得有些过于多愁善感了。慕容，刚才我们三个人正在聊南肃，觉得南肃并非边陲异国，反而觉得异国同源吗？对，方才我们就是这么觉得。你们难道没有觉得南肃王真的很能忍吗？忍？这忍字是何意啊？如果你与四国同源，某日国力强盛，称王立国，而其他国家却视你为一蛮之族，虽然送了许多看起来贵重的东西作为国礼，实际却是打伤蜀国的志士，换作是你，你能忍吗？尤其是你手中还握着雄兵1000万。慕容兄，果然目光如炬啊！此话听着是有些道理，但你为何当初不说？我也是方才听了公孙先生那番话，才想到的。如此说来，那南肃王心中早有谋划，只怕早在立国之前，就已经细致地布置过了，甚至已早往你我几国中派入了细作。听了齐将军的话，还真是觉得不敢细想啊。这事也是我最近才想明白的。这南肃王，怕是早已心系天下。公孙副相，此时再去揣测南肃王心中所想，已没有意义了。不如说说你的想法。结盟。若是我们不结盟，就会被南肃王一个一个吞并。你们认为呢？
结盟不是小事，公孙兄可是有了十足的把握。齐将军，容在下多问一句，你的身份是？这个是吴王的信物。还望齐将军不要责怪在下失礼啊。无妨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众先生如此谨慎，原是应当的。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，那你就请说吧。现在能与南肃王一战的，唯有齐将军一人。齐将军，你能统领他国之兵吗？只要你们三国不担心，我便没有什么难处。那众兄呢？能否代天书王做决定？这个公孙兄放心，我天书虽然兵士不多，但有全天下最好的战马，天机地势广阔。若以骑兵对上南肃的甲兵的话，这胜算还会高上几成。天权无兵可援，不过天权可以出军饷粮草。想必三位都知道，天权与天玄相邻，中间隔着玉照山。所谓天险，无论对进攻一方还是防守一方，都同样的麻烦。加之要天玄出兵天机，是要借道天玄吗？就算公孙副相同意了，我也不觉得天玄王与其他的朝臣能轻易同意。军饷粮草则不同，借道通行而已，沿途有天玄守军，可以防止生乱。你们三位觉得呢？慕容大人说天权可以出军需粮草，但能否告知具体的数额？我就算你们三国出兵100万，半年的粮草，天权还出得起。半年？你知道半年是多大一笔开销吗？天权复数，我说有，便能给齐将军筹到。只是齐将军能在半年内把南肃人打回月支山吗？节制三国兵马，可不是一件易事啊。此事并非儿戏，慕容大人能做得了主吗？若是我不能做主，公孙副相也不会邀我前来。我说的对吧？此事我信得过慕容。既然大家已经表明态度，那此事就这么定了。请。今日我四国在此处祭祀天地，但求同心抗敌。结盟。今日你这箫声之中，怎么尽是凄楚之调？想到来日便是烽火连城，心绪到底难以平静。就当是向亡灵祈祷吧，让你见笑了。你别担心，若是我四国联手，依然无法抗衡南肃，至少你待在天权，还可以保得一时平安。平安。是啊，平安。
二位保重，盼早日成事，好与二位再见。慕容先生，你如何返程啊？是与众先生同行，还是与我同行一段？我需借道天玄，返回天泉。慕容大人，我4国联合抗击南肃，就全得仰仗你们天权了。众大人请放心，军饷粮草一定会按时送到。若是未能及时送到，就请众大人军法处置我吧。军法之事，还得齐大将军定夺。郑先生说笑了。慕容先生，军需粮草等物，请务必要准时送到。那我们先行一步，告辞。后会有期。你们要去哪儿？喂，看看这些人，请问你们这是？哎，什么人？走，别挡在这儿，走。借问一句，请问他们是城中居民吗？为什么要纷纷去往城外？你是什么人？问这些干嘛？齐之坎，齐将军，小人该死，冲撞了齐将军。起来！我只是想问你们，这些人是怎么回事？齐将军，近日城里不知是从哪儿传出了一些说法，说有话直说，不要吞吞吐吐。说是我们天机国笃信巫蛊，不是立国正道，所以遭了天谴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小的说的都是真的，小的不敢骗将军。说是国师他妄测天意，妖言惑众，还说上天以日月双事为警示，可是他执迷不悟，所以才招致天谴。不但粮食减产，还在秋天发大水，把本来就不多的庄稼都淹了。那这些人呢？就算他们出城了，就有的吃有的住了吗？回将军的话，往西有天玄，往北有玉衡，实在不行还能朝东，那边不是还有个天枢吗？再不济走远些，还有天泉。你们这些城中的守备，就如此放任城民流离失所吗？将军，这些人要走，谁又能拦得住呢？这城里的日子是一日比一日难过，这走了，兴许还能留条活命。这要是留下来，指不定哪天就饿死家中了。就连守备大人他也不敢拦呐。这万一要是激起民变，那可怎么办啊？罢了，对待这些出城的人，友善一些吧。另外，查一查城中还剩多少人，尽量将他们妥善安置。小的这就去请守备大人过来。不用了，我需立即返回王城。此事还要请王上定夺。让我们进去！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凭什么呀？就是让我们进城！让我们进去啊！让开呀！不要进城！将军，这些百姓从什么地方而来？小的也不知道。前些日子每天天不亮，就有人在城门口聚着。小的们起初见是我国百姓，就放他们进去了。可最近3、4日人越来越多。你们守城的时候，一定要警醒一些。这里是王城重地，
也不要与这些百姓发生口角，以免惹出什么不该有的事端来。是，我先回宫去，你们自己小心。对呀，要不进城。他怎么能进去？对呀，是呀，哎。齐将军回来了。小齐，属下参见王上。小齐怎么此时才回来？属下回来晚了，让王上担心了，还请王上降罪。不妨事，回来就好。对了，王上，怎么才不到半个月的光景，这城门之外就有如此多流民聚集？本王爷正在为此事发愁，本想开仓放粮，但城内的几处府库都快没有粮食了。本王原是想让朝臣们将自己家里的存粮都交些出来，以解燃眉之急。谁知这群佞臣，他们竟推说当日天官署为了筹措军粮之事，各自都已经将存粮交出了。不能替王上分忧，也不为国家出力，这岂是为臣之道？罢了，先不说这些。小齐，此次会盟结果如何？王上，属下有幸不辱使命，其余三国都已同意放下嫌隙，联合起来对抗南肃。此话当真？天玄与天书都同意派出援军。天权虽然不能出兵，但答应为三国大军提供军需粮草。我天机此次当真是绝处逢生啊！但是王上，他们三国有个条件，属下未来得及回报王上，便擅自答应了。何事？但说无妨。他们要属下领军节制三国兵马。此事并无不妥。若是本王前去参与此次会盟之事，也会同意的。多谢王上不责。还跪在那里干什么？还不知道重臣议事？是。微臣参见王上。众爱卿，快快请起。众爱卿一路辛苦了，此次与三国会盟谈得如何？回王上，此次与其他三国会盟十分顺利，还请王上宽心。天玄的副相提议四国合力共御南肃，四国都无异议。天玄承诺施以援兵，天权承诺筹措军需，而微臣承诺我天书可供给战马。此事听来甚为合理。还有一事，要向王上请罪。何事？王上，天玄的公孙副相与天权的兰台令皆同意齐之坎统兵。天玄还承诺他节制两国军队之权。微臣认为，当今天下能与之争锋者，别无二人。于是，便替王上同意了此事。此事也无不妥。那位齐将军，当初5日便夺我天书5城，必是有其过人之处。此事是为四国谋利，许他兵权又有何妨？再者说了，他天机若是一败涂地，我天书也岌岌可危。此事你并无过错。多谢王上不责之恩。微臣参见王上。王上，王上，微臣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这里没有外人，这些序礼就免了吧。会盟之事进行得顺利吗？会盟之事一切顺利，除天机外，其余三国各出兵士、马匹、钱粮，四国联合
抗击南肃。如此甚好，辛苦你了。不过四国所定盟约，推选天机国上将军齐之坎为统军之帅，各国须于统领节制兵马之权。节制三军。皇上，此剑可有什么来历？你想问什么？微臣观此剑，古拙厚重，不似寻常匕首，可否请王上指点迷津？此剑是裘将军送裘朕的佩剑。当初国王本想赐他一柄能够消筋断玉的宝剑，可他却一口回绝。他自幼跟在孤王身边，从未开口问孤王要过什么东西。他却对孤王说，想要回此剑。孤王便将此剑交还给了他。原来如此。你也对此剑感兴趣吗？微臣只是好奇此剑来历，以为是什么神兵利刃呢。国王从未觉得此剑有何与众不同。对了，方才你说要让齐将军统帅三军。是，王上。以微臣之见，当今天下能与齐之坎将军比肩之人，不是没有，但却不知人在何处。南肃眼看着就要攻入天机国，与其此时再访有能之人，还不如先败将迎敌。毕竟现在要解燃眉之急，当前的形势已是刻不容缓。若为将领一事拖延了时间，只怕是后患无穷啊！那天书国就没有任何意义吗？他们可是因为这位齐将军，一下就失去了5座城池啊！此事王上不必担心。天书和天机虽有旧仇，可是，一旦南肃攻下天机，下一个目标必定是天书。此时他们不会冒险。那你怎么知道南肃的下一个目标不是我天玄？王上细想，论国力，我天玄远胜于天书。天书王与世家大族不和，本来不是什么秘密。天书和天玄，南肃若要找一个对手，必定先选天书。如此一来，可令士气不堕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办吧。微臣遵命。日前，本王遣齐爱卿为特使，带本王前往福玉山走了一趟。小齐，你跟大家说吧。天玄公孙副相邀约天权、天书与我国共聚福玉山，名为祭天，实为会盟。启禀王上，祭天会盟怎么没听说过呀？此次会盟乃是4国共商如何应对南肃。齐爱卿方才回宫告诉本王，4国已达成协议，4国之间以往的过节，彼此都先放下，齐心协力对抗南肃。皇上英明。齐爱卿，你向各位言明其中详情吧。此次会盟，天玄、天书已同意向我国派遣援军。面对来势汹汹的南肃大军，天权也愿意提供
联军所需的一应无资。王上，微臣敢问，此次四国联兵由何人统领？由在下领军，这是他们三国开出的条件。本王认为，四国之中，如今能调度100万兵马的，除齐爱卿外，并无他人。王上，微臣以为此事不妥。大农丞觉得哪里不妥？回禀王上，这天玄、天枢两国素来与我天机不睦，微臣坦言，信不过他们。以大农丞之见，那应当如何？回禀王上，恕微臣愚钝，尚无应对之策。大农丞多虑了。皇上，微臣以为，若天枢、天玄两国当真要对我天机不利，他们只需冷眼旁观即可，又何须要四国联盟呢？是啊，王上，以眼下的局势，我天机虽还能与南肃周旋1、2，但时日一久，势必难以胜出。他们两国何必在此时趟着浑水？难道他们就不怕南肃秋后算账吗？王上，微臣也觉得此事不妥。天玄与天枢两国派遣的虽然说是援军，可万一另有所图呢？到时我国必会处于腹背受敌的两难境地。请皇上三思。皇上，臣请旨领兵。王上，此事万万不可呀！国师，你可又是与本王说什么天意？老臣不敢，老臣只是想提醒王上一件事：当日月之山一役，我天机将士损失近8万，那些人都是有父母家人的，请王上替这些百姓想想。他们皆知那1役的将领是齐将军，若是这一次还让齐将军领军，其他士兵的家人会作何想？若是他们因此而有怨言，我天机岂不是要从内部先乱了？这将是比南肃入侵还要糟糕的情形啊！还请王上三思。还请皇上三思。你们有完没完呢？还请皇上三思。滚开！皇上，莫要太过烦心。小琪，如今天机已有灭国之虞，可是你看看殿上那些臣子，他们还能为一件琐事吵得不可开交。如此下去，我天机只怕真的要灭国了。皇上，暂请息怒，属下认为此事还未到无可挽回的地步。至于大臣们，他们各有打算，亦属正常。
唯以命效之。论救命，你救过我不止一次，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。横竖你也没别处可去，不如就留下吧。属下领命。小七，就为了这一刀，你便跟我生分了。小七，不如你离开吧。本王知道，当初你原本就不想随本王入宫的。这些年，你虽不说，可本王知道你过得并不开心。如今的局面，若本王不是天机的王，只怕也想一走了之。皇上，请不要再说这样的话。属下说过，此生为王上之命是从，更何况是现在。属下岂会不顾王上，一走了之？皇上，四国合兵之事，还请皇上早做定夺。皇上，此事万万不可呀！既然国师质疑我会背弃王上，那么不如就请国师带兵吧。你，不过1个月，我天机已被南肃攻破2大重要关隘，7座城池。皇上，臣请王上重授兵权于齐将军，或能挽回我军的颓势。王上，上阵不见你积极，如今要舍弃一国都城，你似乎毫不留念呢。来人，把国师给锁了。是。3大士族与我的过节，不是1句2句话就能说清楚的。放眼这天书，想要置我于死地之人，除了苏汉，还能有谁？阿离为何要将佩剑藏在洞箫之中呢？阿离，不会是细作吧？